马克龙紧锣密鼓地访问南太平洋，面对美国的猜测，法国声称呢这次也不反华，但是不反华并不是谈判的筹码，法国要慎重。各位好，欢迎来到赵太阳观察室。这周一，也就是从这个7月24号起啊，法国总统马克龙开启了他的南太之行，先后前往法属的新卡里多尼亚。非法属的瓦努阿图以及巴布亚新几内亚地区，咱们说这次是旅行，但是西方对马克龙这次南太的出行目的，其实猜测也有不少，包括英国的《卫报》、美联社在内的西方媒体对这件事的报道的口径大都一致，他们都认为马克龙这次历史性的出访南太岛国，是为了对抗中国在南太不断增加的影响力。继美国和英国之后，马克龙也打算让中国看见法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存在。归根结底，这都还是旁观者的一些猜测。逮到一个西方国家进入南太地区行动，西方国家呢，就会用惯性的思维认为这就是来对抗中国的。其实看来天下乌鸦一般黑，真的是没错。这些国家呢，还真是不打自招，不管到哪儿，中国总能成为他们口里的威胁。而眼看着其他国家对马克龙此行的猜测是越来越多，而法国作为当事人也开始给予了回应。而这个回应呢，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来说，简直就是在被法国打脸。因为根据马克龙办公室对此次行为的目的给出的回应开头一句话就堵住了西方国家的嘴。法国声明说这次并不是为了反华才来的。紧接着，法国亮出了此次的真实目的那就是通过这次出访南太来鼓励地区大国在中美之外积极建立多样化的关系。所以第一站就来到了法属的新卡里多尼亚，这马克龙打算在这个地方重建信任，更加强调了法国在这个地方的主权。法新社的这一番车轱辘话说的是一套一套的，但是也就只能瞒得过美国这些西方国家，这字里行间隐藏的深意就根本逃不出我们的耳朵。什么叫做在中美之外寻求多元外交呢？言下之意不就是在说这些南太国家既然不想陷入中美之间选边站的困境，那么你就去选法国好了。所以看来这次法国是在推销自己同时为了能够尽量的不刺激到这些南太岛国，法国才把不反华的口号打在了前面。毕竟中国一直以来与这些太平洋国家的这个关系都还不错，法国要是态度好一点，沾点中国的光，说不定真能让这次南太之行硕果累累。但是呢，马克龙必须首先清楚一点，不反华的口号并不是进行谈判的筹码。如果想要真的通过不反华来获得别国认可，就必须将不反华的口号落在行动上。一直以来，特别是俄乌冲突影响之下，欧盟受到重创之后呢，法国不管是作为北约成员国，还是作为欧盟成员国，在组织里的行动和发言都表现得十分的特立独行，这正是马克龙独立自主战略的体现。而这次法国想成为继中国、美国之后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第三种方案，也是法国正在谋求的国际上不断发挥影响力的表现之一。俄乌冲突之后国际上可能进行一次权力的洗牌，而法国正是在为自己能够在未来获得更大的话语权来做准备。但是打着中国的名号，又能让法国对外交往顺利多久呢？正所谓是打铁还需自身硬，法国努力增强自身的综合实力，这才是王道。好，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点赞转发，留下您的精彩评论。